原来你一直在为今天做准备。是的。为什么？怎么还没有结果？你守在这里，我去找掌门。我累了。你为什么要跟着我？现在看起来，你完全可以不跟着我。我说过，只是好奇，而且有人在看着我们。神魔峰有剑阵禁制，风外无法看到风里的画面，但通天境的大雾们却能看穿所有迷雾。放眼整个大陆，都没有几个通天境大雾。但不巧的是，青山宗便可能有2位。那么他警惕并且防备的人究竟是谁？掌门，还是剑履师伯？掌门师兄，哎呀，稍后你救那小姑娘的时候，可别忘了敬酒啊！我累了。我还是高估了自己。石树族这座高峰，怎么可能轻易登顶？你已经很不错了。真是不知死活。你很想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登这座山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真的是石树族选中的成监弟子。你们应该都以为我是乱说，是在找借口，但这是真的。我相信你。谢谢。一路行来，虽然你说过很多次累了，但其实那都是我已经累到极致的时刻。我不知道你为何能够判断得如此准确，但如果不是你，我到不了这么远的地方。就算你是被选中的人，也不用这么着急。我确实很着急，因为在我心中一直有个秘密，从未对任何人讲。世人都以为景阳是叔祖飞升仙界了，但我几乎可以确信他飞升失败，生死不明。如果连神墨峰也没有他的踪迹，那他很可能已经不在了。为了确认他的生死，我必须尽快登上神墨峰。但我想睡一会儿。这时候睡很难醒过来。我真的有些累了。我有些后悔，但我并不后悔选择与他一起登山。只是神墨峰的禁制被设得太强，便是我现在也觉得有些麻烦。这真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。当然，我还是有办法登上峰顶。只是，就像我对他说的那样，这时候很有可能有人在看着这边。柳慈和袁奇经那2个家伙都能看到这儿。
如果他们愿意的话。别的时候，我肯定不会再继续向峰顶走，而是直接回去。但是，这个小姑娘会很失望的。那么，看就看吧。终于到了，没想到会这么早，便能重新看到这些。不过现在看来，感觉也不错。你醒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如你所见，我们已经在峰顶。这里就是师叔祖的洞府。应该是吧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当你沉睡的时候，有位白胡子仙人忽然出现，把我们带到这里，然后又忽然消失不见了。这个故事不好。不好。那你有没有可能稍微相信那么一点？我不是柳10岁。看来我要再想个故事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我也在寻找答案。故弄玄虚。你在找福斯剑？难道你不想找吗？洞府里没有，难道剑在风里？可是神魔峰这么大，我怎么找得到呢？怎么了？我没找到那把剑。不能成剑也无所谓，我们可以去两王峰。不是成剑的事情。景阳师叔祖飞升失败，如果那把剑还在神魔峰，说明他也有可能还在这里疗伤。如果那把剑都不在了，那他只怕师叔祖死了。原来真的死了。那我这些年做的所有事情还有什么意义？
他没死，他只是差一点死了。原来你家姓赵啊。不过那天明明是一场小雪，哪有什么大雪？另外，腊月生就要叫腊月吗？这个名字可真不咋地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什么也没做。什么也没做。那这个怎么解释？怎么了？你怎么能给我扎冲天辫？我又不是小孩子。你头发这么短，哪里谈得上是辫儿，也就是个揪。而且，我觉得挺可爱。我又想到了个新故事，或者说刚才那个故事又有新的进展，你听不听？又是那个老仙人？是啊，你刚才昏迷的时候，那个老仙人又来了。他知道你在找一把剑，就告诉了我。你真知道那把剑在哪里？他说那把剑，其实一直就在你的手上。难道他说的就是这个？这就是伏丝剑。是的，这就是伏丝剑。真美。这把剑是你发现的，那自然就是你的。你是师叔祖的后人，还是说你是师叔祖真正的传人？从某种角度来说，这两个说法都有道理。那这把剑就更应该是你的了。你说过，他选择你为神墨峰的承剑弟子。我没有见过师叔祖，我只知道当年他路过朝歌城的时候，遇着了我的母亲。当时我还在母亲的腹中，便被他指为了承剑弟子。青山宗早早派了师长来保护我，于是还没出生，我便注定不再是一个普通的贵族小姐。我不需要为了家族的利益去联姻，也不需要去参加那些无聊的诗会。我也不用担心会被选入皇宫，我的人生是被祝福的，所有的美好被嫉妒，都是师叔祖赐予我的。但是我没有见过他，我一直没能发现这把剑的秘密，我也没本事登上神魔峰，那么我怎么有资格做他真正的传人呢？也许他并不这样想。你的能力与你的意愿并不重要，因为他的意愿非常清楚。你从出生便带着这个剑镯，说明他从一开始便主意你来继承神墨峰。不然为何要把伏丝剑放在你的身边呢？神墨坊有剑阵禁制，外界应该无法听到里面的声音才对。难道？
墨峰重现人间，青山第九峰再续传承。没想到这么快，便又能看到这座峰。